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ATSH。今天我们视频要为大家介绍两位干员，来自于 BOP， 也就是巴西特种警察行动部队，分别是巴西队长凯佩塔豪和女鬼卡瓦伊拉。两位干员在第一年第3赛季的骷髅雨行动中加入彩虹小队，附带了一张巴西地图——贫民窟。地图取材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大片贫民窟，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远处的旧式基督像，并且晚上也可以看到夜空中绽放的花火，有着很浓的巴西风味。但很可惜，因为平衡性与地图优化问题，目前已经被从多人游戏中移除，大概会在未来重做后再次上线。如果想体验这张地图的话，只能通过猎杀恐怖分子或者自定义游戏来感受了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来自巴西的干员吧。BOP 的进攻方干员是 Capital 1甲3速，又称巴西队长或巴西烤肉王，不推荐萌新购买。Capital 在里约热内卢的郊区长大，是他们家3兄弟中最小的一位。他在10岁时失去了他的哥哥，从而使他下定决心要成为 Sergio Migata， 保护巴西。他坚韧并且做事十分投入的性格，使他在高中毕业后加入了 Polícia Civil。他总是非常积极去拯救那些无辜受伤的平民。他的这一性格特点，使得他很快被 Crow 部队征召。但在之后的一次暴动事件中 ，Capital 被绑为人质，并且受到了重伤。原本他这样被转入内勤，但恰巧又遇到 Crow 在为某计划寻找测试新装备的人 ，Capital 并不想就此放弃他的反恐生涯，于是便参与了该计划。很快 ，BOP 部队发现了他身上有着 BOP 的灵魂，胜利优于死亡，所以便邀请他加入。巴西队长与 BOP 一拍即合，迅速达成共识，于是便加入了他目前所在的特种部队 BOP。巴西队长的技能是一把战术十字弓，全称战术 MK0， 可以装载窒息箭矢以及小型烟雾弹，每种共装有2支，一共4支。按下技能键拿出弓之后，可以按 B 键来切换箭的种类。第一种红色的窒息箭在射出后，会在射中的地方出现一小团火焰，对范围内的敌我干员，包括人质，造成每半秒19血的持续伤害。由于窒息箭的伤害很高，并且不会被 ADS 所拦截，如果遇到那些躲在掩体后不肯出来的老阴逼，以及在机枪上跳舞的他唱卡，只要轻轻来上一箭，很快一份香喷喷的烤肉就做好了，并且也可以用来强制使对方转移位置或者限制对方的走位，起到一定的辅助效果。第二种蓝色的小型烟雾弹在射出后，会立刻在射中的地方出现一小团烟雾，效果与投掷的烟雾弹相同，但是没有下坠，而且也不会被 ADS 或 Bandit 的电箱拦截。不过，除非你十分擅长使用巴西哥，对他的技能、地图与战术都有着相当的理解，大部分情况下，他的烤肉技能很难派上用场，并且与手雷、烟雾弹等投掷物相比，箭矢并没有下坠和反弹，导致发射时必须直面敌人，很容易直接被打死。加上当前版本枪支性能也不是十分理想，因此并不推荐萌新购买。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他的武器。Capital 共有2把主武器，分别是突击步枪帕拉308和轻机枪 M249。帕拉308拥有着突击步枪中最高的单发伤害，满膛载弹量31发，但缺点在于后坐力较高，并且射速较慢。如果枪法不好的话，在对枪时会十分吃亏。第2把主武器是轻机枪 M249， 弹夹容量100发，拥有着比其他轻机枪更低的后坐力，可以提供较为持久的火力压制，但是较慢的射速与换弹速度则是这把武器比较大的硬伤。Capital 的副武器仅有一把普通型号的 PRB92， 单发伤害42，满膛载弹量16发，伤害还不错，加个消音还可以假装自己是女鬼。Capital 的装备则可以选择迫降地雷或闪光弹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防守方的干员吧。BOP 的防守方干员是卡瓦伊拉，又称女鬼或巴西妹，1甲3速，萌新推荐度1星。卡瓦伊拉是他们家10个兄弟姐妹中的第7个，从小就靠着小机灵获得各种他想要的东西。在父亲过世后，他们家一直靠着补助过日子。卡瓦伊拉6岁时，一家人被迫搬到了圣保罗的贫民窟，16岁时突然失踪，母亲的报案使当局盯上了他。1年后，卡瓦伊拉在里约热内卢因为强盗罪名被逮捕，但在受训时，他的智慧让法官另眼相看，认为他的才能只要加以正确的利用，一定能派上很大的用场。于是当局给了他2个选择：是去少管所蹲着，还是加入 BOP 为之效力。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加入了 BOP， 成为了一名线人。因为以前当过强盗和线人，女鬼的身手相当敏捷，并且十分擅长前行，这便是他的第一个技能——激进脚步了。激进脚步在开启之后，女鬼会进入前行状态，在这期间会极大减少自己发出的所有声音，包括走路、跑步、从高处跳下或是被击中时发出的娇喘。在技能开启时，走路不会留下可被 Jackal 扫描的脚印，并且即使被扫描到，在每次被标之前开一下技能，也能隐藏自己的位置。进步技能最长可以持续12秒，每次关闭后都需要短时间来进行重新冷却，最长 CD 时间7秒，并且在进步技能开启时，女鬼只能使用手枪来进行攻击，而且此时近战只会击倒敌人，而非直接刀死。这就要提到女鬼的第2个技能了，也就是那个战术地位十分重要的，令进攻方闻风丧胆的审问了。顾名思义，审问可以让倒地的敌方干员乖乖报出剩下的队友的身份与位置，即使是那位来自香港的干员也不能幸免。审问后，所有进攻方干员的位置都会在每个防守方的屏幕上被实时追踪，持续10秒，使防守方获得极大的优势。一次关键的审问很有可能会直接决定这回合的胜负。当自己或者队友审问成功后，可以直接穿门穿窗打死进攻方，或者扒门冲到房子外面怼一波。但是如果枪法比较糟糕的话，还是建议不要冲出去打，或者和进攻方远距离钢枪了，很有可能会被进攻方一波反杀，从而陷入不利的境地。既然女鬼技能这么强大，进攻方如何反制女鬼也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。首先，在进攻方行动时，一定要避免
免其中一个人离其他人太远的情况，尤其是已经探明防守方有女鬼的时候。例如4个人在地图东边的窗口慢慢摸着，另外一个人从西边冲进去被女鬼抓了，然后一波审问，当场去世。这个时候2到3人一组一起行动会比较好，但记得也不要靠得太近，这样几个人不会被一起单抓或者团灭。如果队友头上的倒地标志没了，那就说明他正在被审问，这个时候能救就救，不能救的话就该找个实心的掩体躲起来了。还有就是多用防守方的装备，利用小车探探点，或者在女鬼容易经过的地方插上扩建之类，再结合听声辨位、队友爆点等，可以有效的对女鬼进行反制。另外，有不少人曾经私信问过我们，怎么样才能玩好女鬼这个干员？自己玩的时候不仅审不到人，还一直被反抓，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？首先最主要的是玩女鬼一定要十分熟悉地图与战术，根据进攻方的大致位置找一条合适的路去摸对方的 S， 并且在抓人过程中一定要尽可能的避免对枪。如果发现多个敌人时，不要贪心，最多打死1个就跑，之后再找机会摸其他人，不能总想着1打多，很容易翻车。另外，很多萌新在打倒敌人后总会迫不及待冲上去审问，然后被对面其他人打死，所以在打倒敌人后一定要先确认周围环境的安全再上去审问。如果不能保证安全的话，可以直接补死再去抓下一个。总之切忌贪心。另外，平时可以多看看一些国内外大佬的视频，学习一下大佬是怎么玩女鬼的，可以学到很多套路。卡维拉共拥有2把主武器，分别是冲锋枪 M12和霰弹枪 SPAS-15。M12是一把中规中矩的冲锋枪，伤害不低，并且后坐力较易控制，但缺点在于射速过慢，并且枪声很大，因此 M12又被戏称为糖豆发射器，可以选择配备消音器来减小枪声，方便打野。第2把 SPAS-15是一把连发霰弹枪，是 Navy SEAL 的 SPAS-12的升级版，虽然有着吉斯步枪的外表，但这是一把弹夹功能的霰弹枪，换弹速度相较于普通的弹仓式霰弹枪更快。虽然单发伤害没有 SPAS-12高，但它在近距离依然可以打出非常高额的伤害。卡维拉的副武器仅有1把，叫做 Lucian， 是一把特制的 PRB-92手枪，自带消音，并且由于使用了特殊的子弹，近距离单发伤害高达99点，可谓是近战利器。但是其衰减也十分可怕，在中远距离完全衰减的情况下，每发伤害仅有19点，因此 Lucian 是非常不适合远距离射击的。同时，为了配合女鬼的审问技能，这种子弹爆头不会致死，而只会让人倒地。女鬼的装备则可以选择携带冲击雷或铁丝网，一般推荐携带冲击雷，在抓野时不仅可以用来开捷径绕路，还可以用来声东击西，转移敌方的注意力。好了，那么本期 BOP 的2位干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由于团队成员近期学业比较繁忙，拖更了这么久，真的十分抱歉。预计到今年暑假毕业之后就能脱离低产期了，但是在这段时间中 ，ATC 的微博、B 站动态的更新以及直播都是不会断的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妨点一个关注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下期想看什么视频，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中告诉我们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这里是 ATC，我们下期再见。